好，我们接着上一期辕门射戟啊，继续讲。上一集讲到张飞非要大喝一顿啊，鼓个酒瘾，拉着曹豹啊，一定要逼他喝酒。曹豹还是不喝，但是没办法，勉强的喝了一杯。毕竟拗不过张飞啊，这个暴脾气的人啊。张飞这时候已经喝得半醉了，大醉了，这不行啊，张飞的酒量也不行啊。然后呢，他又来劝酒来了啊，又要给大家斟酒来了。结果呢，头一个呢又碰到曹豹了。曹豹说不行啊，我实在是不能喝酒啊。这下子张飞有道理，你刚才能喝，现在就不能喝了。然后结果这个曹豹就是不肯喝，张飞气坏了，说你违抗军令，要打100军棍，就打100军棍下去还有命啊，你就没命了。张飞就让人来把他抓住啊，打他一把。陈登这时候跑过来拦来了，他就在这叫：“你是文官，只管文官的事儿，我的事儿是这边都是武官的事儿，没你的事儿，不听管。”他这个时候也是喝醉了，他不会听谁的劝了。陈登劝了半天，曹豹就慌了，就哀求说：“三将军呀，你看在我女婿的脸上，就饶了我吧。”这下子张飞有点奇怪了，你女婿是谁呀？有旁边人就说：“就是吕布啊！”啊，曹豹竟然还是吕布的丈人呢。这下子相当于是火上浇油了。张飞最恨的就是吕布，你还不提吕布还好，提了吕布，火上浇油了。我本来不想打你，你还把吕布抬出来吓唬我，我就是要打你，打你就是打吕布。我最恨的就是吕布。当初就想杀吕布，众官就来劝说，他不理。那他是已经喝多了酒了，还能管谁呀？曹豹按在地上，亲自打了50个鞭子。大家就是苦苦的求饶啊，张飞这才罢手啊。这下子把曹豹给惹了。曹豹虽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，但是你也不能这么随随便便的就打呀，喝了酒就打人啊。曹豹回去以后恨透了张飞啊，连夜写了一封信，让人到小沛送给吕布，把这个张飞不讲情面的事情就说了，就说刘备已经率军远征了，现在徐州城呢就无人防守了，基本上张飞今天晚上又喝得酩酊大醉，肯定没办法守城了。吕布看完信以后，他连夜看到这个信啊，就跟这个陈宫商量一下。陈宫说，小沛确实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哦，也做不出什么大事。我们徐州既然有机可乘，倒是不可错过呀。我们应该去夺了徐州啊，这样子才立脚的地方。当初给你帅印你不接，现在你还要去取徐州。吕布就听从了这个陈宫的话呀。陈宫这次也没有讲什么好招啊，也有点不太讲信义，说实话啊，就带了大军随后接应。这个他带了500骑兵先行，就是想去闯进城去啊。小沛离徐州很近的，只有40多里，一会儿就到了。到了徐州城底下来，都是半夜啊，四周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城上面呢有这个曹豹的心腹，看到吕布来了，就去告诉曹豹了，开城啊，开城门呐。曹豹上城了一看，就吩咐就打开城门了。结果吕布一马当先，手下的兵士呢就冲了进来，喊声大震。张飞喝多了酒，正在睡觉呢，旁边的这个左右赶快把他推醒，说不好了，吕布已经杀进来了。哇，这个张飞一听，赶快跳起来，披上盔甲啊，拿着他的这个兵器往外就跑啊。结果没想到刚骑上马，吕布的就已经杀到了。张飞还没清醒呢，
还没有喝酒，还没醒，一面招架一面逃跑啊，只是想逃跑了。他如果清醒的时候，说不定还跟吕布杀上几百回合呢。吕布也没有去追他，你就走吧。啊，结果这个张飞逃出去以后，刘备的家眷啊，都还在这个徐州城，都没办法管了，丢了不管了。曹豹这个人还想报仇心切，他觉得哎，张飞就那么孤身的几个人，带了10几个部下，就觉得他好欺负啊，带了100多个兵啊，追赶过去啊。然后这个张飞，这个，你别看他只有几十个兵，回头一看，竟然是曹豹追上来了。你这不是来找死吗？啊，打了3个回合，曹豹就打不赢了，然后张飞就追过去，一矛就刺中了曹豹的后心，这曹豹连人带马就死在河里了。你这不是找死去了吗？曹豹。张飞率领这个残部啊，就跑到盱眙了，来找到刘备，把这个曹豹啊和这个吕布啊里应外合，把这个徐州夺取的这个经过都讲了一遍。刘备呢还算是镇定啊，关羽就急切的问：嫂嫂都在什么地方啊？张飞说：都已经还在城里啊，没有出来。刘备倒是没有说话，关羽是急得跺脚呀，埋怨张飞啊：你当初说了什么？怎么吩咐你的啊？现在徐州城也丢了啊，嫂嫂们也都陷在城里了，这怎么办为好啊？关羽可是急了。张飞就受不住了，听了这么多埋怨，拔剑还要自杀呢。刘备一看这不行啊，抱住张飞，把这个剑扔在地上，说我们当初桃园三结义啊，都发过誓，不求同生，但愿同死啊。今天虽然丢了这个城池和家小，也算不了什么，先帝何必自寻短见啊？我记得《三国演义》里头是不是就说这个兄弟如手足啊，妻子如衣服，好像就是刘备这个时候说的。刘备又说啊，徐州城呢本来就不是我们的，丢就丢了吧。我当初待吕布不薄啊，虽然我的家眷都还在城里，吕布也不会谋杀他们的，三弟宽心就是了。哎，一定的伤心呐。这时候袁术知道吕布已经把徐州已经占了，那心里头很高兴，就来离间他们了，派人来见吕布说：你趁势夹攻刘备，事成了以后呢，就给他5万担的粮食，500匹战马，1万两金银，1000匹彩缎，哇塞，给他贿赂他了啊，让他夹攻刘备。这个吕布就答应下来了，就跟这个高顺领兵5万去打刘备去了。这个刘备一听哇，你这两边来加兵，那我肯定打不赢啊，他就从那个盱眙就撤兵了，想去占领东面的这个广陵，换地方了。这个高顺来找纪灵啊，向他说，当初袁术答应了很多粮食啊、财物啊，纪灵就推脱说，你先回去啊，我要见了主公商量一下才能说啊，才能答应给不给你啊。结果这个吕布听了以后，正在跟陈宫商量呢，这个这这肯定是缓兵之计啊，骗他的呀，太有勇无谋了，这个吕布。这个袁术又过来说，高顺虽然派兵过来了，但是刘备已经跑了呀，你有没有把刘备灭掉？灭了的话，我才会把你的这个粮食啊、财物啊都送给你的。吕布听了以后，脸色大变了，这个是明摆着就是失信呐。陈宫就说，现在我们还不能轻举妄动啊，不如把这个小沛啊还给刘备，跟他和好如初，一同对付袁术。这个时候，这个
没想到这个吕布还挺听陈宫的话的啊。吕布也是一会儿听呢，一会儿不听。他就派人把这个刘备接回来了。正在进退两难呢，正好吕布派人来了。刘备看了这个书信呢，就十分高兴。但是关羽呢，就觉得这个吕布啊不讲信义，说话靠不住啊。刘备不听啊，刘备觉得啊，吕布应该还行吧，我也没有亏待他。刘备就率领部下回到徐州了。吕布也害怕刘备责怪啊，就把这个刘备的家眷啊都送还给他。然后甘夫人、糜夫人看到刘备以后说：这个虽然徐州城被吕布占了，但是他也礼数很周到呀，没有欺负我们啊，待我们不薄啊。然后刘备就说：“你看，我早就料到了，吕布他不会伤害我家眷的。”刘备呢就准备跟吕布去拜谢去了，感谢吕布。张飞恨透了吕布了，就不愿意去，然后他就护送两个嫂嫂到小沛去了。刘备见了吕布以后呢，就跟他道谢。吕布一边还礼，一边说还假意要把这个徐州还给刘备。刘备再三推辞啊，他也不要了，自愿驻扎小沛啊。从此呢，两家又和好了。再说那个袁术那边呢，还没有除掉刘备，总觉得放心不下呀。有一天江东的这个孙策啊，来信索还那颗传国玉玺。当初孙策借他的军马去平定江东啊，如今他要把这个玉玺要回去，太无情义了啊！这个袁术回信推脱啊，然后一面就是召集文武商量对策。袁术就说有一个谋士想了一招啊，说吕布是刘备的靠山啊，只要派人携带重礼，又去离间他们了，就去讨好吕布，让他按兵不动。然后你呢，去进兵小沛。刘备他守不住小沛的这么小的地方，刘备破了以后呢，再去打吕布，徐州就可以到手了。袁术觉得这个计策很好啊，就装好了10万担的粮食，派这个韩印带了书信去见吕布了，送礼去了。吕布呢，这个人呢也是见利忘义啊，得了粮食就把这个袁术还十分感激了，就还招待这个韩印。韩印就说袁术要进攻刘备了，让他按兵不动。吕布一口答应。然后韩印回去以后呢，就把这个事情告诉袁术了。你说这个吕布答应不去帮刘备了，你进攻小沛的话，然后这个袁术就派他的大将纪灵又去进攻小沛去了。刘备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又跟大家去商量了，这个张飞就要出战了。孙权说，小沛又没有什么粮食，又没有什么士兵，怎么能抵挡纪灵的大军呢？不如赶快求救于吕布啊！张飞却以为这个吕布肯定不会来救他，得了这个袁术的好处。但是刘备想了半天呢，还是写信跟吕布求援了。然后吕布呢收到这个刘备的信了，就跟这个陈宫商量。陈宫说，袁术呢这个是用各个击破之计。刘备如果是被除掉了，徐州也有危险的，还是应该去救他。你不要当初答应他不救，就真的不救，你到时候自己的徐州也难保啊。然后吕布呢就答应了，派着人马就往小沛过来，然后离这个小沛差不多1里的路扎下营寨了。这时候纪灵呢10万大军也在沛县的东南下寨了，刘备勉强的出城防守。这个纪灵听说吕布也过来了，要救刘备，然后就写了封信就送过去说，
你不守信用啊，当初你答应不来帮刘备了。吕布接信说，我有一个很好的计策啊，可以让袁刘两方都不怨我。然后就派人去请这个纪灵和刘备来赴宴啊。刘备接到以后就想动身，但是关羽和张飞呢都害怕吕布呢别有用心，就劝刘备不要去。刘备说啊，他还是不会害我的，待吕布不薄啊。刘备整理了一下衣服，就到这个吕布的寨中来了。关羽和张飞不放心，也一块儿去了。吕布出寨迎接，就说：“我今天就是来解救你的危急，你将来得志的时候不要忘记我呀。”刘备不说别的，就连声道谢，感谢这个吕布啊，解这个小沛的围困，来解救他。吕布就请刘备也进来了，啊，坐下了。然后没想到这个时候又说有人来报，说纪灵也来了。刘备大惊啊，面色发白啊，他准备躲避。纪灵就进来了，一看，哎，看到刘备了，也大吃一惊啊，又要往外跑。左右的人想拉都拉不住，没想到吕布就赶过来，一把就把他拉住，就像个老鹰捉小鸡一样的，就把他丢到这个座位上了。厉害吧？这吕布还是一个啊，论武功真的是在三国数一数二啊。纪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是说你吕布是想杀我吗？吕布说：“我不会的，我不会杀你的。”那他就说：“那你想杀刘备吗？”吕布说：“我也不会杀刘备的。”纪灵摸不着头脑呀，还是疑惑不解呀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那怎么和解呢？吕布说：“我自有办法呀。”一边拉着他，一边就到这个进帐吃饭，跟刘备相见了。刘备和纪灵都惊疑不安呀，不知道吕布要干什么呀。吕布让他们左边坐好，右边坐好，自己就在当中啊，设宴行酒了。到底这个吕布有什么招数呢？想让纪灵罢兵呢？我们下回再说。这一讲我们先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欢迎关注。